我靠，下次多了400GB 是怎样？好，这次算是个人经验分享斜杠教学影片。大家在买 Mac 的时候都知道 ，Apple 储存空间卖得很贵。近年来开始，硬碟几乎都是抄在主机板上。意思就是你没办法事后升级，所以常常在用了一阵子之后会有空间不够的问题。那就算你钱多可以加到顶规的4个 TB 或8个 TB， 我可能也是不是非常建议，因为苹果的 SSD 是外面的好几倍价格。其实一般来说解决方式有几种，如果是单纯的放太多照片啊或是影片档，那你可以使用云端硬碟或是外接，但用云端可能有人有隐私和安全的顾虑。那我们知道最近账号被害的事件频传，连我自己的频道都差点被害，所以你也可以搭建自己的云端硬碟 NAS。那先前有一支影片有介绍应该怎么做，但如果你碰到的情况是系统里面常常有一些莫名的档案占掉空间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可能可以帮助到你。开始前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咯。首先来看一下我的硬碟空间，现在显示的是我用掉了900多 GB 的空间，但是仔细去看的话，我真正的档案和照片所使用到的空间就只有400 GB 多，但是有一些莫名的档案就占掉另外的400 GB。以前我清理的方式就是一步一步来，可能先去清垃圾桶啊，然后再去 macOS 里面的磁碟管理设定里面去执行一些它的建议，再来就是到个别的 apps 像是 Safari、iTunes 一一去清空里面占的空间和容量大的 iPhone 备份档案，那再来就是去移除一些不怎么用的 apps。那 apps 移除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，有的还要另外去找到它的隐藏档案夹。那以上那些琐碎的步骤跑完之后，你可能还是会看到空间没进步多少。那其实整理的步骤还有很多，那有一些像是会用到终端机的指令，那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部分可能都有点不太敢使用，所以今天就直接介绍一个可以直接处理以上所有问题的 app。Clean My Mac X， 它还有外加的扫毒功能，对 Mac 中毒的几率比较小，但并不代表不会。那我就先来示范一下怎么一步步的来使用这个 App。首先要下载的话有几种方式，直接去 MacPal 上面下载订阅，那一年的费用是$39.95。那再来就是直接订阅 Set App， 一个月$10美金。那如果你觉得里面有很多你会用到的 App， 就可以考虑这个方式。那以上两种我都会放连结在下方。那第三种方式我比较不建议，就是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。那它其实也是订阅制的，一年$34.99美金，但是有一些重要的功能都被阉割掉了，就像上次介绍的 iStat Menu 一样，我不太建议在 App Store 里面订阅。好，那开始来介绍一下功能。首先第一个选项就是 Smart Scan， 那基本上就是会跑 Clean Up、Protection、Speed 三种检查。那 Clean Up 会检查系统里面的一些 cache 的 file， 那还有一些没有用到的外国语言，还有 Mail App 里面占掉空间的大档案，那还有垃圾桶里面的档案啊，扫描后你可以自己选择要删掉哪一些，所以不用担心删掉重要的档案。再来 Protection 的部分会进行扫毒，那先前我就找到系统里面有一个 malware， 很奇怪，因为我才刚重新装我的 macOS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那边。那我也确认过是一个 malware， 然后后来我就把它删除掉了。那 Speed 的部分就是会跑一些保养的程式啊，清空 DNS 记录啊，和释出更多的记忆体。那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步骤，但是不用这个 App 的话，就要一个一个检查，也是蛮琐碎的。那再来，如果你要深度一点清理的话，就先到保养这边。那可以看到几个我觉得很有用的选项。那第一个就是 Free Up Purchasable Space， 还有 Time Machine Snapshot Thinning。那如果你有使用 Time Machine 的话，那你的系统会自动在主机硬碟中存一些备份，方便快取。这个功能是很实用，但当今天如果你要另外帮主机硬碟做备份的时候，就比较麻烦。因为占掉的空间很大，所以当我一跑完这些项目，你就会看到我的硬碟马上多了。哇，清空了400 GB， 有点夸张。那我先前都要自己跑一个 terminal 的指令来这样清理，现在这样直接处理应该对很多人来说方便不少。再来可以到 Space Lens 还有 Large and Old Files 去找出一些没有用的旧档案，可能会有重复的档案，也是很占容量。这边它会直接分好类型、档案尺寸，还有让你知道是多旧的档案。那你可以看到我的大部分都是影片的原始档。那通常藏在个别的档案夹内，如果自己要去找的话，会花很多时间，这样直接显示方便非常多。再来还有一些附加的功能，到 Privacy 这边 Application Permission 里面，可以一次看到什么 App 里面你核准使用了什么。那如果要在官方的系统偏好设定里面，你要一项一项分开检查，超麻烦的。
这边我只要看到哪一个 App 是我不想授权的，我就可以直接全部解除。再来看下面的浏览器部分，你可以依需求去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想清空的。再来到 Optimization 这边 ，Login Icon 这边你可以看到有哪一些 App 是在开机时会自动开启的。那当然这边也有一些是隐藏的小功能，如果你觉得开机有点迟缓，可以过来这边看看。当你有 App 要移除的话，直接放到垃圾桶其实会少移除到很多东西。所以到这边的 Application 下面可以看到 Uninstaller， 在这边移除 App 会一并移除 App 在系统其他地方的资料夹。那像是我现在想移除 Microsoft Edge， 那点开来就能看到它放在其他地方的档案夹，再按下 Uninstall 就能清得干干净净了。好了，先前的影片有简单介绍这一款 App 啦，但很多观众都希望能更深入的了解这款 App 到底能做到什么。我个人其实是买过不少这一类的 App， 像是 Cleaner App、Dr. Cleaner 等几款。那目前觉得 Clean My Mac X 是功能最全面的，像是时光机的暂存档占掉了几百 GB， 我先前也是找了好久找不到解决办法。那后来找到一个 Terminal 的指令可以直接清除，但是这款 App 直接把这个功能放在里面。有兴趣的我会放链接在下面，那你也可以直接单一订阅这款 App， 或者是也可以用 Set App 的免费试用期来试用。希望这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下小铃铛，那影片按个赞和分享一下。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咯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。